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中国警方与抗议者就拆除清真寺的计划发生冲突。华盛顿邮报：中国西南部一个城镇的居民在试图阻止拆除拥有数百年历史的那家营清真寺时遇到了防暴警察。回族穆斯林是该国最大的伊斯兰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就政府控制宗教场所而卷入了一系列长期冲突。尽管这座清真寺最初被认为受到文物保护，但2020年的一项法院裁决认为一些翻修是非法的，并要求立即拆除。这一事件也发生在人们对北京的中国化运动的担忧日益增加之际，该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所有中国信仰社区推动了这场运动。官员们敦促有关人员在6月6日之前自首，并称示威活动严重损害有序的社会管理。随着埃尔多安的统治进入第3个10年，领导人排队祝贺他。华盛顿邮报：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赢得了竞争激烈的选举。世界各国领导人祝贺埃尔多安的胜利。拜登总统表示，他期待继续作为北约盟国，在双边问题上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埃尔多安自2003年以来一直领导土耳其，并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担任调解等重要的区域和国际角色。埃尔多安被批评者指责在自己的国家内增加威权主义并破坏经济。他在夜深人静时逃离乌克兰，现在他可以破坏普京的战争。英国独立报：航空航天工程师、企业家、爱迪生航空航天公司创始人吉恩·阿瓦基扬 Gene Avokian 开发了用于农业的机器人飞机，以帮助改善增长并减少飞行员死亡人数。他的技术涉及电动飞机，可以从地面上的拖车上驾驶或自主飞行，可以携带约200加仑的有效载荷。现在，在与美国国防官员和乌克兰政界人士的谈判中，他正在寻求扩大他的技术以用于战争。他的飞机可以用来定位防空导弹电池，并可以根据需要运送货物和投掷弹药。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表评论后，对林赛·格雷厄姆发出逮捕令。国会山报观点：俄罗斯内政部对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发出了逮捕令。此前，他在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的会晤中，称赞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我们花过的最好的钱。该会晤发布在泽伦斯基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和俄罗斯安理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批评了这些评论，他们将格雷厄姆描述为老傻瓜。调查委员会还提起刑事诉讼，声称共和党参议员宣布美国的金融参与正在导致俄罗斯公民死亡。格雷厄姆将俄罗斯官员的批评视为宣传，并补充说：“梅德韦杰夫先生，如果你想让俄罗斯人停止在乌克兰死亡，那就撤军吧，阻止入侵，停止战争罪行。事实是，你和普京可以不那么关心俄罗斯士兵。”韩国与中国担忧举办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首次峰会。南华早报：韩国与太平洋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首次峰会，以书列总统会见了18个小岛屿国家的领导人，讨论气候变化和渔业等问题。随着首尔寻求增加其在这个已成为激烈地缘政治竞争地点的地区的影响力，因去年启动了他的政府的印太战略，承诺在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和平和繁荣的地区。因为担心中国对战略水域的安全野心和较小岛国之间的经济影响力，西班牙左翼政府在关键地区民意调查失败后，呼吁提前选举。英国每日电讯：西班牙将于7月23日举行大选，而不是原定的12月举行大选。此前，总理佩德罗·桑切斯 （Pedro Sanchez） 的左翼政府因地方和地区投票失败而受到损害。桑切斯说，结果表明选民不确定他的政府方向，并召集了选举。保守的人民党在周日投票的12个地区中的8个地区获胜，而社会党则失去了对6个地区的控制。阵亡将士纪念日从哪里开始？美国人为什么要庆祝它？英国独立报：美国人在5月29日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以纪念那些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时牺牲的人。这个节日最初被称为装饰日，在内战后首次庆祝，但直到1971年才成为联邦假日。这一天也被认为是美国夏季的非官方开始。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都会在下午3点举行全国纪念活动，届时许多公民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服务，并佩戴红色罂粟花庆祝阵亡士兵。印度尼西亚废除20年海沙出口禁令，为新加坡带来福音。南华早报：印尼已经取消了长达20年的海沙出口禁令，
这可能极大地推动了新加坡的土地扩张项目。在印度尼西亚于2003年首次实施禁令之前，印度尼西亚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海沙供应国，作为打击非法走私的一部分。这个城市国家目前在从邻国进口海沙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海洋环保人士批评取消禁令的决定，因为担心栖息地丧失和海岸侵蚀。降低与中国的贸易风险是一项有风险的业务。金融时报，去风险已被指定为年度词汇，指的是政府和企业用来降低对某些风险的脆弱性的策略。美国和欧盟担心并试图通过降低风险来解决的风险包括从中国获得可能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先进技术，以及减少对中国稀土和关键矿物的依赖。然而，这种做法很复杂，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既困难又昂贵，尤其是与政治胁迫和战争风险有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处决了2名从事激进活动的巴林男子，大赦称审判严重不公平。美联社，沙特阿拉伯处决了2名巴林男子，他们被判属于一个旨在破坏2个王国稳定的激进组织。这些人被指控走私爆炸物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使用，并参与巴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他们的审判严重不公平，并声称这些人被拘留了3个半月，无法获得法律代表。处决是在沙特阿拉伯以什叶派为主的东部省进行的，巴林尚未承认。日本削减私人飞机、超级游艇的繁文缛节，以吸引超级富豪游客。南华早报，日本希望通过减少阻止私人飞机和超级游艇最后一刻抵达的繁文缛节，来鼓励更多超级富豪游客访问该国。政府的目标是在蓬勃发展的高端旅游业中吸引更多游客。日本拥有几家新的豪华和高端酒店，如东京的宝格丽酒店和京都的豪华骚威卡酒店，以及新雪谷的滑雪等景点。政府希望简化外国注册私人飞机在机场的着陆规定，作为吸引大笔消费游客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为什么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的紧张局势持续存在？美联社，在科索沃警察突袭北部色族人聚居区并没收当地市政大楼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塞尔维亚提高了驻扎在科索沃边界附近的部队的战备状态，并警告说，如果科索沃的色族人再次遭到袭击，塞尔维亚不会袖手旁观。自2008年宣布独立以来，塞尔维亚一直拒绝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在1990年代的战争之后，争端使实现该区域长期稳定的努力紧张。瓦格纳创始人在巴赫穆特取得血腥的政治胜利。国会山报观点，臭名昭著且有争议的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已成为乌克兰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自2021年夏季以来，他策划了俄罗斯在冲突中的2次最大胜利，占领了索莱达尔和巴赫穆特的城市。在此过程中，他公开攻击了俄罗斯国防部的高级人物，包括俄罗斯国防部长。他认为他们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冲突。分析人士认为，普里戈金正在关注政治生涯，可能对普京总统构成风险，部分原因是他在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普里戈金被称为普京的厨师，为瓦格纳集团招募了数千名囚犯，据称对非洲和中东国家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德桑蒂斯击败特朗普有多难？1968年的尼克松与里根提供了一个线索。纽约时报评论版，佛罗里达州44岁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已进入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并被确立为共和党最强大的反对唐纳德·特朗普。这位前总统在初选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得到了共和党大部分基础的大力支持和吸引媒体关注的人才。历史提供了一个相似之处，说明为什么德桑蒂斯或其他共和党竞争者，如尼基·哈利，很难将他打倒。半个多世纪前，共和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面临失败，权威人士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1962年，很少有人相信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有未来。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输给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之后，以及在1962年加州州长竞选中伤痕累累之后，到1962年底，尼克松似乎完蛋了。到1964年，他试图将自己确立为一个可信的共和党候选人。在1968年的竞选中，尼克松实际上不得不包抄3位著名的共和党州长，并且由于他更加内省、有条不紊和政策意识的方法而成功。以色列正在内爆，民主面临巨大考验。澳大利亚时代报，以色列75年历史上最大的危机迫在眉睫，
因为内塔尼亚胡政府提议改变该国的司法机构。根据以色列议会前副议长 Naomi Chazon 的说法，政府削弱最高法院权力的改变，允许以色列议会在发现立法违宪时推翻法院，遭到数十万以色列人的抗议。对查赞来说，这比司法问题要糟糕得多。该政府被认为是该国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并因试图控制政府的所有3个部门以及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恶劣待遇而受到批评。日本将导弹防御系统置于戒备状态，因为朝鲜警告卫星发射。路透社在朝鲜通知该国计划于5月31日至6月11日发射卫星之后，日本将使用爱国者导弹 POK-3 或标准导弹3 SM-3 摧毁任何落在其领土上的朝鲜导弹。分析人士预测，2017年和2016年的发射是监视技术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为朝鲜提供战时打击目标的能力。韩国还敦促朝鲜放弃其卫星发射计划，并警告这样做的后果，而朝鲜官方媒体则批评竞争对手讨论加强军事合作的险恶措施。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